好，中日现在是越闹越僵，现在陆媒要求道歉还不够，要高市下台吗？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大陆的官媒最新的表态，说要道歉辞职。日月谈天引述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的发言，说高市早苗应该要撤回错误的言论，向中国政府道歉，并且辞去首相职务，奉劝高市早苗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而现在呢，这个中日外交官员磋商啊，专家说呢，因为日方呢是仅派这个厅局级的官员，所以显示诚意不足，而且明显不足之外，也解决不了问题。好，另外一位上海的教授也说了，说要来中国灭火的话，至少需要重量级，并且是受到中方信任的官员才可以。所以呢，这个层级不够，所以代表呢日方的诚意不足，但是怎么样啊？日本说呢，这一次的会谈啊，不是因为高市的台湾有事发言而安排的，而是双方的一个定期举行的事务层级会晤。上一次是在日本，那么这一次呢，就轮到在中国举行，表示说呢，不是因为因此而才要去的，所以官员的等级呢，也不会说是特别的高。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很多日本的媒体呢，都对高市早苗的这个说法也来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报道，像是呢这个幕僚呢就传出他们也为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自责，说呢高市坚持啊以自身立场来作答，不去采纳幕僚的建议，最终呢在国会抛出了敏感言论，随即引爆了外交争议。而亲信透露说呢，高市其实自己在询答结束过后也坦言说，哇，刚才有点说过头了。那么幕僚呢是私下就感受到非常的懊悔，未能在事前做足充足的把关，未能完全掌握此番言论可能带来的国际反弹。好，这个幕僚呢就非常的自责啦，说啊在官邸的准备呢确实是不够周全的。好，但是你不够周全，你后悔了，但是也不去收回言论。那么现在啊，双方呢可能会陷入长期战吗？好，现在中国已经去暂停日本的水产品进口了。那么这个是大陆外交部的说法。说呢，由于高市早苗进行的他的言论在台湾等重大议题上面错误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弹。当前的形势之下，即便日本的水产品来向中国出口，也不会有市场的，所以呢就暂停进口了。好，而现在呢，这个禁运所有的日本产品呢，已经出货的扇贝呢也被拒收了。那么所有的进口手续通通都喊停，就连日本和牛的出口磋商也通通都暂停了。那么日本方面只好去呼吁说，冷静应对。但是不只是水产品啊，这个和牛，包括了这个观光客也是一样。中国的邮轮呢，也是突然间去砍了冲绳的行程，不准游客登岛，而且火速的要返航。另外，包括了爱知县的酒店，也爆出了中国的旅行团蒸发潮，单月呢共有1000人呢，通通都退房了，这是前所未见的。好，不只是如此啊，现在啊，这个双方恐怕会陷入一个长期的这个贸易战吗？好，但是日本媒体就说了，研判呢，中国判断是川普不会介入，所以他的态度比较强硬。而高市早苗则认为与中摩擦不会动摇高支持率，所以未来中日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期的抗战。而现在呢，哇，连这个猫熊外交也即将要终止了吗？我们来看到最后2只的旅日大猫熊即将回国，那么未来日本就要没有大猫熊了。这件事情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第1。现在日本呢是只有2只猫熊的，分别就是在东京的上野动物园的小小还有蕾蕾。2026年的2月的时候，合约就要到期了，到时候啊，2只大猫熊就要回归中国了。而现在这个紧张局势持续，中方可能不会再向日本来租赁新的大猫熊，那么日本呢也将进入了猫熊归零时代，而和歌山的4只猫熊也要还给中国了。3000人呢是塞爆了园区，要抢看最后一眼啊！至少有1400人在门口排队，甚至园方呢还因此特别提早1个小时来开园。好。日本没有猫熊了没有关系，但是经济受到了损害，哇，那就非常的严重了嘛。我们来请教亮哥。那个议员谈天，他是引述日本的教授的讲话啦。中国官方并没有要求高市下台啦。因为那个是人家的事情啦，中国大陆不会要求到这里啦，他就是要求高市早苗要撤回
11月7号的言论，而且要用正式的方式，也就是说必须到国会做这样的动作啊。那如果不撤回，那各种反制措施就步步高升了。目前就是这样啊。那说会长期化，我觉得不可能啊。因为支持高市早苗的力量，主要是来自极右翼。所以高市早苗必须要挺住啊，讲话要够大声啊，不然极右翼的人会觉得他在让步啊。事实上，这次日本那个局长去大陆，并不是没有道歉啊。我跟你讲，为什么那个刘劲松就是大陆的那个司长会这么生气啊？我跟你讲，那个日本的局长去大陆讲了什么啦？他讲了3件事啦。第一，我们立场并没有改变，高市的立场跟历届的政府一样，这个中国根本不接受嘛。第二，你怎么可以说日本的治安不好呢？所以大陆游客不去日本，我们治安很好啊。第三，要求他把大阪的总领事薛健换掉，他哪有认错？很强硬啊。所以我猜啊，他们在内部可能就吵过架了啦。刘劲松一定是大骂他一顿啦，所以出来才会变成那个样子。叉腰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有让步，没有让步，没有让步啊。事实上，现在已经盛传第2轮可能是日本的这个外交次长，然后要对中国驻日大使。那这个就在日本这一边了啊。可是在此之前啊，那个反制措施只会步步升了啊。那目前高市早苗有点卡住了，因为现在自民党有些大佬对他有意见了，说你莫名其妙搞这个乱干什么？然后他的幕僚不是出来讲真话吗？说哎呀高市太冲了啦。那高市早苗说哎呀我好像讲太快啊，然后那个幕僚就出来背锅嘛，说那个3个小时的文字是我帮他写的啊，讲这个都没用啊。就是你要到国会把11月7号讲的话撤回，不然讲这个都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想了，让你的经贸损失逐步的扩大，然后军事的动作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了啊。那到最后看你高市怎么办？你承受得住这个压力吗？他目前的民调69是上升啊，可是接下来很难讲，因为那个时候经济的受损还没有开始啊，而且没有看到这么多人出来讲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朝日新闻国际版前天就出了一个社论，说请高市尽早结束这个不必要的冲突，标题就是这样。朝日新闻啊，那可是他用英文写的，不敢用日文写，国内版还不敢登，因为搞不好右翼去你那边丢什么东西啊。可是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意见在慢慢出现啊。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哦，我认为有人就是要让高市见光死啊，说他12月26号要去靖国神社。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党内的人才知道嘛。那为什么在11月18号要放这个讯息？我觉得这个就是摆明要让你两难啊。你如果否认，那右翼的就说你怎么这么没胆量啊？那你如果承认，那不大风暴？中国又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在玩政治，就是要你赶快死啊！你赶快做个了断吧。哇，那不然你放这种新闻干什么？所以我认为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情况会越来越不妙啊！因为我跟你讲，连国民党还有所有的在野党，就左翼的啦，立宪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连国民党都联合起来要反你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不认为他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啦。如果连岸田文雄、石破茂，然后那个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通通都跳出来反对你，这都是自民党内的力量我才不相信你能够撑多久。所以我觉得他后事不妙，赖清德最好保持距离了。所以接下来可能真的高市要下台了吗？我们来请教聂教授。OK， 我基本上觉得要下台不至于那么快哈。我现在这样讲一下，就是说，
日本已经失落了30多年了哈，从1989年、90年到现在。那如果这一集呢下去呢，可能会更失落。那么为什么呢？当然，现在我们看的国际间呢是一个比筹码、比底气的时代。那么当哪一国的筹码较高，那当然他敌对的那个国家可能就会失利非常多。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件事件一发生之后，当然中国就丢出了非常多，我们就把它这样讲哈，就是有点所谓的筹码不对称的状态。不管是水产，甚至讲到稀土，当然。日本是一个算是这个从某些角度是一个蛮智慧的国家，不能说聪明，但在2010年，他们就已经发现当时就有一些冲突，所以他们也把了部分的产品输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以及最重要是稀土啊，甚至跟澳洲等等签约。可是这些东西绝对都缓不济急，因为中国现在握到了非常高的这个所谓的全世界啊，未来不管在民用、军用的所有的稀土的这所有的这个技术。也就是日本呢，不管你在这个民生经济也好，或者这个未来的科技发展、资本财也好，都可能会因为这一次呢的事件而会很快的变一个所谓的我们叫结构性变化的一个衰竭。那甚至呢，观光旅游最近这个才一开始呢就发生了嘛，就知道所谓的这个撤旅令呢就已经一下子50万退票，甚至到冲绳就是不登岛。等等的事件，你知道这个经济是重伤啊，一下就几千亿，你知道这有多重啊？所以呢，日本能撑多久呢？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我现在觉得，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就是这个事情，而还不是国与国的问题啊。最重要，我要强调，它是一个人民与人民的问题。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当然，日本以前在军国时代啦、帝国时代，当人民可能效忠，他就学巴德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忠。可当现在忠这个字啊，在教育一直在去化。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那么的所谓的真正以这个国家的主导者呢的走向为走向，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亮哥也讲到了，现在你这个没有错，全世界都保守主义已经成了政治的主角啊，政治主轴，变成了说政治要角都是保守主义，因为这个从川普带动，而且日本也发生了大阪事件、板桥事件，没有错，他们也对，比如中国开始有点敌意，那是民众哦。可是你知道，不管怎么说，从人民的角度呢，是一半一半或者这个三一天下。也就是不一定是全部反的，可是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的人民有一个所谓的民族气概、民族意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情仇。我相信我们读过历史都知道，从1945年，当然9月2号，然后受降，9月3号，真的呢就定了所谓的完全的抗战胜利之后，当然甚至这个国家带领的人民也全人民呐、都记着随着历史情仇呢，也定了一个啊，经过了他们全国人常会呢，在2014年9月3号啊，叫做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叫做抗日战胜纪念日。而甚至在南京弄了一个所谓的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场景的纪念馆。你要想想看，这个是告诉全中国人呐、不管那时候的战争是当然是国民政府打的啦哈，但是承袭的我们叫中国，我们不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整个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情仇。那时候的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重点是人民绝对是中国的人民，这些中国的人民是整个同仇敌忾。我现在重点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呢会出问题，不管国力抵不上，底气抵不上。人民的整个那个氛围也可能会输，不过我先判断后续会怎么样。刚才也讲到那个局长局长他们以日本的精神，他不会马上低头的啦，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形式上的，我觉得他会分阶段的过去，这是一个比较低层的过去，先谈，甚至有点试风向球，再来可能会更高阶的，不管什么大臣或什么的，或前首相等等，再过去再谈一次。有点示弱的谈，最后一招可能才有办法领袖对领袖，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的对谈。因此，我觉得这一次的极冷战会有一段时间。你说军事冲突也不会马上，除非你真的你要让对岸师出有名，真的要让他真的现在马上就想打你。说不好听一点，我们讲我们的对岸，或者我们整个中国人哦，不要讲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基本上他是以前是跟中华民国的敌仇啦哈。那基本上，但是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对你呢，只要你日本发生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他们绝对是认为你就是我们过去的敌人，我们就应该动作了。所以假设让他师出有名，可能这军事就不是不动了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中国人马上丢出了好多很重的话语。你看国安部讲到，你这是一个越线的挑衅，而且说你玩火者没有好的下场。而且呢，更可怕，都讲说你已经是灭顶的一种这个一个言论。当然，很多日本的不管从春田议员啊，或等等，现在有一些学者也都惊觉到这样的严重性，希望这个11月7号所提的这个言论啊，什么台湾有事，当然台湾有事，这是安倍晋三的一个承袭者嘛，说你应该要收回，否则日本的未来可能会真的出现状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人就分析，现在你再继续下去，你已经把上，尤其我觉得这一次比较重要的，它还不是人民问题，而是它甚至在伤口上撒盐。
为什么呢？日本曾经在1895年到1945年怎么样？50年，当然我们讲殖民或台湾统治了台湾50年之久。到底台湾是谁的？当然，你看谁看啊？我们现在执政党可能认为就是日本的，但是你如果纯是有中国人的本性、中国人的根的话，你绝对认为它是中国的。这时候呢，请问一下，如果是以对岸的中国人，他绝对认为台湾是我们的，又被你在莫名其妙，就是当时的甲午战割出去的台湾，你现在还把台湾绑在我们现在所谓的民族统一，也就是他认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的上。这时候他们就讲，你是把一个所谓的这个台日分裂的一个这个战车，你把自己绑在战上，你随时会自己把它炸到致亡。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因此我觉得这次啊很严重，也就是历史情仇的造成，以及在对台湾议题的伤口上撒盐，造成中国可能会无法再忍。所以军事我觉得是暂时的恫吓，但冷战会有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他完全不收回，我觉得最后会慢慢软弱，而且慢慢收回。如果真的不收回，中国可能会somehow的做某些动作，还不只是经济制裁而已了。这个情况可能会逐渐的失控吗？我们来请教严教授。我想第一个这个高士应该回答，就是用比较战略模糊的方式，台湾有事的话，日本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日本关切这个地方就够了，你不要对不对？就很简单的这样讲就好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讲？那就表示说他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做个广告，帮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一个广告，就我们12月3号要成立一个兵棋推演的学院。那而且我们找了这个陈永康这个立委来谈从兵推演算预测预应国际局势分析方法。所以今天他的这些幕僚，你都要想想看，你今天讲这句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你对岸会有什么反应对日本的反应，我觉得都要去做个推演吧，兵棋推演。同样，我们赖总统，你今天马上要去回应跟着日本这个走，你有没有想过？结果日本万一今天软掉了，我们怎么办所以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都必须要事前因为大家都现在习惯于川普的这种风格就是随嘴他什么样讲到哪里算哪里，我觉得已经让这个整个国际政治非常的混乱，容易出错。今天还是要用传统的方式，到底兵推，你看看你做了哪些的宣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都要事前要做一个推演。像是高士的幕僚就是没有兵推没有兵推过。好，那另外就是说，他这边你刚刚这个题目上面讲说，好像中国为什么贸易敢施加日本判断说因为川普不会介入。如果我们看最近川普的这个状况，他就是说，这个乌克兰战争让你们欧洲去打把两个希望欧洲跟俄罗斯两个都弱化掉了，美国强嘛。那现在亚洲这个地区，他也不跟中国直接冲突，请日本啦、韩国啦、台湾去闹哈，然后弄一弄，然后又是两败俱伤，然后美国还是独强。他现在川普只敢去动哪里？去什么动拉丁美洲啦，然后委内瑞拉啦，然后没事去恐吓一下奈及利亚、南非啦，就现在他就是现在的对象都是第三世界了。我觉得美国真的很没志气了。现在都找他的小弟去挑战大国，他自己跟小国玩我觉得这很糟糕。那这个猫熊我必须要讲我们现在这里叫熊，这个大猫熊，我以前就觉得说很奇怪，台湾有的时候有些绿营的很反对跟对岸交往，可是好爱看猫熊我最记得太阳花学运的时候立法院在反对这个服贸嘛，可是呢旁边的中正纪念堂不远。展示了几百个大猫熊在那里，好多人在看然后我有很亲密的朋友，每天都要享受一下这个猫熊的 video， 看一看，疗愈一下所以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猫熊，真的是我也觉得它有点像木马屠城一样，它会让你这个人心会软化很多，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好，我们说到这个现在的中日冲突真的是越演越烈。当然，军事上面呢，中国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啦。我们来看到现在解放军呢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歌曲的发布，这个是北海舰队的喊话，而他发布了一首歌呢，叫做《来吧硝烟，来吧战场》的歌曲，还配文说同志来增强一下磁场。哇，看到这个图了没有？
它就是一个最新的歌曲，又是在向日本喊话吗？好，另外我们来看到解放军除了这个要出这个歌曲之外呢，还要会画漫画哦。最近呢，他又发布了一个新的漫画，是批评高市早苗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来招魂。这个漫画画的还是不晓得是他自己画的还是 AI 画的，画的还蛮有感觉的。它这个图片中的高市早苗呢，是点燃了日本的和平宪法，背后印出了一个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可怕的鬼魂。而现在北京日报也报道呢，说呢，哇，天皇逃脱了战争审判，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未被彻底清算。所以战败前，日本的政军商界的右翼势力在战后呢，依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导致日本政府呢，从未真正进行过战争责任的反省。好，除了这个文宣之外啊，当然呢，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媒体呢，也通通都来去批评高市早苗了。这个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这不仅呢是日本和平宪章的公然背叛，更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蓄意挑衅。好，说高市呢历史开倒车，必定走向失败的结局。好，除了这个文宣来去批评之外，哇，南海舰队当然也是发布了一个高燃的视频，说如果战斗就在今夜打响的话，那这个视频呢，哇，又是这个在大秀这个军事肌肉了哈。这个呢，主题视频是在11月19号发布的，展现出呢他们已经这个实际是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已经就定位了，警告的意味相当的浓厚。而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大陆的航母福建舰成军，央视也去特别解析它了，说这个舰上呢具备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不同类型的导弹，成为目前解放军驱逐舰中呢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个驱逐舰。好，除了这个福建舰之外呢，刚成军就拍到大陆已经在建造第4艘航母了，是远洋型防沉型的，还可以搭配095核潜舰和055驱逐舰，远洋立体攻防体系已经成型了。好，日本呢也得要去应对这样子的紧张局势。我们来看到日本呢最近的这个新型飞弹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呢，已经在美国完成了2次的发射试验。该飞弹呢是由发射车发射的高音速飞弹。这款飞弹呢其实是日本第1款地对地的弹道飞弹，正透过自主研发和对外采购并进的方式，推动多个飞弹项目。而此外啊，日本的自卫队呢，也在寻求从海上来发射远程飞弹的能力。好，但是呢，日本国内呢，其他的声音呢都不一定是支持高市早苗的。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是防卫大臣，他是公开反对哦。这个小泉进次郎就说了，作为政府呢，应该要继续支持无核3原则的政策方针。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另外，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的前外务省的官员也说了，说高市这一次呢是刻意去煽动的调论，目的上呢是要挑拨中日关系，推动日本在战略上配合美国，这恐怕是高市的意图。而现在共同社也报道呢，说日本是首度出口了爱国者的拦截飞弹。美国政府已经向美国出口爱国者地对空拦截飞弹，这是自2023年日本政府解除对致命武器等成品出口禁令来的首例。但是日本的民众呢，其实是非常的反战的。我们来看到，尤其是在冲绳这边哦，最近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啊。这是11月19号，有抗议的民众呢，是手持着“琉球不需要美军基地”等标语啊，一起在抗议，说呢，希望能够停止军国主义。并且喊呢停止边野古基地建设，不要为了赚钱而破坏珊瑚等等的口号，要求呢日本政府还有企业要停止冲绳边野古美军基地的建设。而现在呢，这个冲绳也在报说有驻日的美军性暴力案件，于是呢，这个当地呢都非常的强烈要求要严管。而驻日美军呢，是长期存在这样子的频繁犯罪问题。根据冲绳县的统计啊，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的军属呢，仅在冲绳就已经有刑事案件的数量，大约就是有6200宗了。而我们知道啊，这个冲绳啊，最近呢就是中国想要去操控这个琉球定位未定论的一个地方，结果现在也在反这个美军，这个是不是一个这个非常紧迫的一个时刻呢？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就是组合拳呐。
事实上，中国联合国的那个副代表那个孙磊，他也公开说啊，说日本在琉球对那个原住民歧视啊，这也是首次点名琉球有原住民啊，因为日本不承认啊，那包括琉球的地位未定，基本上主权未定嘛，那美国是私下把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并没有经过同盟4强的同意啊，所以这些就是外交战啊。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经贸战嘛，那现在接下来就是军事外交开始敲鼓了啦啊。事实上，目前是黄海在做8天的实弹射击，可是那个距离日本蛮远的啦，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响不大啊。那一开始中国有3艘军舰经过大隅海峡嘛，可是他就开走了，那个影响也有限了。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轻易就直接诉诸军事层面的反制了啊，比如说要不要来无为钓鱼岛？因为军事通常都是最后一招啦，就是直接硬碰硬了，那我就不退了啊。那以中国大陆目前在军事上能做的动作，我认为最接近日本就是钓鱼岛。那个日本4个岛你要接近也于法无据啦，可是钓鱼岛有可能，因为有主权争议嘛。对啊，那中国大陆如果把钓鱼岛给围了，然后不让日本的海巡船靠近，那这个日本就有点辛苦了啊。我们台湾立法院已经问了顾立雄了，顾立雄不敢回答啊。所以我跟你讲，我认为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军事施压，那比较大的一个点应该是钓鱼岛，就是那里的。那其他坦白说了，你绕着日本海，你也是要保持距离啊，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不会弄到让美国有借口介入。所以他要保留那个分寸啊，因为美国事实上也没有真的介入啊，只有那个驻日大使在讲话啊，那个没有用啊，那个格拉斯啊，因为驻日大使向来都是挺日本，都是爱讲话的啊。可是你可以注意到啊，卢比欧没有讲话，他是反中非常明确的国务卿。那白宫连卡洛琳都没有这个提问，我觉得他一定运作过了。叫白宫记者，你不要问这一题了啊！所以白宫到现在也没有讲话啊。我觉得美国在观察啦，就说，到底要到哪一个点上，我美国才有理由比较好介入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一样了，他也在计算这个点啊。可是我认为美国也不一定会支持日本哦，因为如果连小泉进次郎都出手。我跟你讲，自民党现在内部只剩下他爸爸没讲话了，安倍派清和会没讲话，还有麻生太郎没有讲话，其他都表态了，其他都反对他哦，所以我认为啦，我觉得小泉进次郎这个表态蛮有象征性的，因为他拉动了岸田文雄表态，2个人都反对修改非核三原则啊。那你就不要搞到川普介入的时候就说，差不多了啦。那搞不好麻生太郎自己提议啊，因为高市早苗就他支持的啊。说高市你下来了，轮到小泉进次郎上去啊，搞不好会有这种局面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大家等着看啊，这个就是在比那个张力嘛。可是高市早苗的气势是不断的往下降。因为现在日本的国内很多都是没有支持他的。好，我们接下来请教聂教授。OK， 我觉得这个中日的关系啊，要讲的议题真的是蛮有趣、蛮多的。我现在还是重复讲刚才讲的一个重要的东西，人。我们先讲台湾、日本和对岸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人最少1/3，现在甚至教育之下的反中，可是你会发觉我们的对岸对台湾人不会那么的讨厌，还是很喜欢，因为他教育告诉他们台湾是整个中国是一个体。所以他们对台湾人是喜爱，而且是讲台湾是好人的。那相反的，日本人并没有全部反中哦，他是部分哦。现在没有错，现在保守势力绝对是政治的主流，看得出来嘛，全世界都是这样子了。也因此几个事件造成
自民党的高市早苗基本上也不该当选，就是几个事件让他现在变高票当选。当然这次起来有志，那也造成了当他们自己的一些民主声浪起来。但是再怎么说，日本人没有全反，可是中国人对日本人讲不好听，要打就打，所以他那边写出了说打就打，这个枪上膛已出鞘。为什么呢？还是一句话，历史情仇是存在的。这个又强调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下，当下的中国，你看这10多年来，从2014年我讲的，从那个抗日战胜纪念日开始定下去，9月3号到现在，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意义吗？也就是整个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看法，对台湾是两回事。台湾是自己人，日本人是曾经打过我们，而且欺负我们当时手无寸铁之人。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已经就像刚讲，这军事 muscle 已经这么的强大，在这样的筹码之下，军事力量到了这么强，可以用一己之实力啊。即便他觉得对岸你去拉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战略，讲不好听，每个国家都各怀鬼胎。以日本现在的军事实力，当然他有 National Guard， 甚至他现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自卫队啊，想提升嘛，他不是想把它提升成这个所谓的改革他的这个正式的攻击部队，类似这样子的，就是阶级这个改革。可这个一个重点是，当他们的宪法没改，他也不能这样做。那还有一个重点是，现在一个重点还必须要美国来点头啊。当时2战之后的一些规则，好，现在重点，美国你看最近有没有很多的声音？川普有推很多的 Twitter 来表达他的想法吗？没有。我的分析是，连美国自己都不太敢动，因为你去看现在非常多的美国，尤其像国防智库这些都已经分析，连台湾他们未来要协防，他们都不觉得会赢，甚至认为再过1-2年必输了。为什么？因为就是一个制造业空洞化，你所有过去的东西，航太武器、舰艇都是过去的旧了，你要维修都困难，你新的又难。现在稀土会被人家磕住，而中国相反，制造业丰实的不得了。美国当时为什么有今天的军事实力？是因为在1940年12月29号，罗斯福总统讲了一个叫民主兵工厂，就是在1941年12月8号加入同盟国的那一年，他们全国皆兵开始做的是兵器、武器输出，舰艇输出飞机，这时候让全球的同盟国打赢了，他成了最厉害的制造大国。现在刚好相反，制造大国就在对岸，所以美国是怕得不得了。你做无人机、做基建、做高铁都做不起来，那就不要讲军事实力，是现在看起来很强，10艘尼米兹号、1艘福建号，我想出去打，1艘福建号就会把你吓到。对抗中国，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我还是一句话。这个事情啊，我们刚刚讲最后1分钟告诉你，手里我们讲那个琉球这件事情，我去过琉球，做过2次演讲。因为我的这个汉毛也蛮长，他们说我是琉球人，我说啊为什么？然后我在琉球大学上课，我说我就秀出来，看一下，我说我是琉球人，因为我被他们请吃饭，说你很像我们琉球人这原住民。还有很多人他们不认同他们是中国，而是日本人。我那时候第一次感觉，为什么那么多琉球人不认同？而且我那时候带去手里全是红色，他说日本的琉球以前是中国的一个藩属，是属于中国，所以他可能不是那么的日本，而是甚至有一点台湾，有一点中国。所以就是在操控这个琉球定位未定论啦。所以琉球的定位其实未来也会变化。好，我们来请教严教授。我想我跟这个亮哥的看法比较接近可能跟练教授有一点距离，就是说。今天大陆当然喊话喊得很凶，可是呢，毕竟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对如果你打了日本，美国必须要回应的，这个是不可能就是你要找足够的理由，除非日本今天侵略中国了，否则的话真的是没了。但是呢，你日本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他搞不好我们如果讲错话跟着日本唱，结果他今天说台湾政府想要片面改变现状，他来打台湾的时候。他要测试你日本敢不敢，美国会不会介入？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不要在这个时候乱讲话，因为他不可能打日本，但是我们可能会受害。家属武统对，跟这个是很麻烦的部分。那另外，当然我也觉得是像在琉球这个地方，你美军为什么一直在这个地方长期以来这么多的这种性侵的案子，各种的这种喝酒闹事的案子非常的多，那日本到最后，中国大陆会操纵到一个地步，就是让你不可能会把琉球变成独立。我觉得这个很难。虽然我们也看到过去琉球的知识2年前不是还去访问北京还互动还不错，但是会让琉球的这个反美的情绪会很高，然后逼到说，美国你要不要美军退出琉球
那我觉得如果美军没有在琉球有基地的话，会让他的整个印太战略是有一个缺口的。如果当地的人民就强烈反对，说如果你不让他们走，我们要搞不好希望能够独立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日本就必须要做一个妥协了。哇，那真的是姿势体大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中日看完了，我们来看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科技战啊。现在呢，美国的亲密盟友戴恩斯呢，眼里要率团去访问中国喽。这个呢是根据彭博的报道说啊，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戴恩斯呢，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去率领由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去访问中国。那么这是一场高度被关注的官方交流。不过啊，目前这个戴恩斯的办公室对此消息是拒绝评论的，而非常的担心这个物价还有这个美中贸易战休战被打乱，所以现在呢，半导体关税可能会缓征了吗？好，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呢，川普的幕僚其实并不急着去处理晶片关税的问题，避免要重启报复性贸易战，进而干扰这个关键稀土矿物的供应。好，除了这个稀土之外啊，美国的大豆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筹码。好，中国买了79.2万吨的美国大豆，创下了2年来的单日新高。而川普呢，还要求要继续加码哦。川普说希望中国加快大豆采购，而且呢，已经要求贝森特直接向北京来提出要求了。但是啊，你愿意去买他的大豆，不代表是两方已经和好啦。我们来看到新加坡总理也说了，说现在的美中关系真正的状态呢，是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并未消失，全球仍必须要面对持续性的战略角力。好，不想要呢被这个中国的大豆啊，还有稀土啊给这个掐脖子，所以现在呢，美国在 AI 晶片上面呢也要来升级了。现在呢，川普要推出创世纪计划，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来全面提升美国的 AI 发展能力。而此举呢，被川普政府定位为与曼哈顿计划太空竞赛同等重要的国家级战略行动哦，标志着美国的 AI 竞争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是说到这个科技战，大陆也不可能是缺席的。我们来看到啊，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出手反制见效了吗？荷兰宣布啊，暂停干预安氏半导体。好，荷兰政府在19日表示，已经暂停对半导体陆器文泰科技旗下公司的安氏半导体相关干预措施。就是之前啊，北京直接断掉了它供应封测，所以呢，逼得荷兰是主动求和，无奈的归还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而欧洲的科技战出访的防线呢，现在也出现了松动，因为欧洲生产晶圆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去进行测试还有封装的，因此这一场围绕着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导致晶片转缺，是进而到了全球的汽车供应链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你越进中国，其实中国呢是越自立自强的。现在呢，这个彭博也报道说，这个北京清华的 AI 专利数量是超过了美国的哈佛4个名校的总和哦。2025年至2024年末，2005年到2024年末啊，北京清华是累计获得了4986项人工智慧与机器学习的相关专利，是去年1年而已就新增了900多项哎。而在全球在该领域有效专利族群呢，也就是同一项核心技术在多国申请的全部专利中呢，中国大陆的占比已经过半了。所以现在美国也警告说，中国的影响力还有供应链风险是持续的在扩大。这个是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呼吁国会要采取紧急措施，去来加强自己的供应链韧性，在科技竞争力还有经济安全上。否则呢，未来在最先进的科技领域呢，美国很可能会反过来去依赖中国。好，除了技术依赖中国之外，资金也可能要依赖中国了吗？因为现在啊，美国可能成为中国放贷的最大受益国。这个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啊，过去20年里呢，中国的最大融资的对象就是美国。中国各银行已经向美国企业还有项目提供了2000亿美元的金融支持。而这个中国对放贷的主要集中在3大领域哦，就是关键基础设施、关键矿产以及高科技资产，像是半导体公司等等。这代表着美国啊是反过来去依赖中国的资金吗？我们来请教郭正亮亮哥。这个大豆中国下了单日订单79.2万吨啊，
这个其实远不及美国的预期啦。因为美国希望剩下这2个月啊，中国大陆可以买1200万吨啊。坦白讲，这个做不到啦，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表明了嘛，你大豆关税又没有取消，所以美国卖到大陆的大豆，我讲白了，还是比别的国家贵了，因为你有关税嘛，不然你就把那10%拿掉啊，那就是没有分碳，你只拿1半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会买啦，可是绝对不会是1200万吨啦，能够到500万吨就阿弥陀佛了啦啊。那美国的 AI 你可以看到跟中国是走完全不一样的路，美国就是高资本密集，然后技术都是最先端啊，所以呢它就高资本投入，然后在耗能上是最低，然后算力最高，所以美国的数据中心大概有5000多个，占全世界45%。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7姐妹都是全世界的订单啊，我们台湾也是用7姐妹啊，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数据中心。那中国大陆现在数据中心大概只有不到500个，因为它都 localize 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中国大陆因为它受到美国的制裁嘛，所以它的芯片的算力没有那么快，那它的资本没有像美国那么疯啊，你看那个 AI 泡沫多少钱啊？所以它比较谨慎，它要避免造成大量的浪费啊，它就是根据需求端来做那个 AI 的算力中心，所以有各种应用场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啊都有算力，就是数据中心啊，那没有像美国这样高度集中啊。那可是这个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啦。就中国大陆到最后啊，它的整个工业场景的运用，我认为会比美国要多。因为它的工业产量多，它都是偏工业，它已经落地了。那美国是算力都是用最高级别的，然后卖给全世界了，大概是会有这2种啊。那中国大陆要卖给全世界，短期内要跟美国竞争，我认为有困难。可是国内的发展，我认为会发展的比美国好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啊。所以你说哪一条路对，我觉得都对，因为这个就是根据个别的优势所产生的一个产业布局的结果啦。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中科技战，中国不一定落下风。我们来请教聂教授。好，科技战之前，我先补充一个，刚刚严老师所讲的，其实我要拉近跟各位的关系，我跟你们想法是一样，没有很严重的问题，你没有师出有名也不会随便打了，还是恫吓味道比较重了。这基本上国际还是有国际规则，甚至有美国在后面。好，我现在讲科技，我请问一下，过去啊，一个国家能强盛，制造业是不是很重要？我刚刚讲到了一个隐喻，叫2战的时候，民主兵工厂那只有美国，因为美国呢，它做武器卖出给其他的同盟国家，自己没有打到，所以这个国家越来越富有，交换了所有的黄金，所以在 Bretton Woods System 它就是一国独大，然后美元跟黄金 peg， 然后就美元就是长臂管辖了全世界。我现在要讲是制造业，可是现在看制造业强国是谁？明显就是我们的对岸。我先讲一下制造业，大概有3样东西，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基础配套，第二是人，第三是人才或叫技术。各位，请问美国现在技术有没有？当然有，它的技术刚刚讲在矽谷等等的，它非常多走到很先端、设计端等等。刚才亮哥也讲得非常清楚，但是重点就是它太集中嘛，它太集中化。你看，我要讲是对岸，它是全国皆制造。对，你从这个安徽开始啊，从合肥大学、这个中国科技大、4纵4横，一直说不是这个就是反正3纵3横那种，所以当时就在做机器人的布局，一直到所有的城市啊，不要讲贵州的大数据中心、新疆。它是全国，还有它的制造业是从基础建设到铁工机捷完完整整，这个非常重要。因此，从第2产业的制造业呢，美国是完全追不上。也就是说，基建它要盖高铁，盖了哪一条？没有。要做无人机，即便签约了也做不到。我跟你讲，第2个呢就是资讯业，资讯业呢是2的平方。现在资讯业走到 AI 这一端，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AI 是我们的未来，你懂 AI 你就有未来，没有错。可是 AI 的基础是算力，我们讲最强的，我们刚讲算力，算力的基础是电。
对，电很重要哦。可是电未来只要再有所谓的中美的激烈这个抗争，中国只要刻入锂电池，刻入电的算力，我跟你讲，美国当你 AI 走到了极致，当你没有电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有那种算力。我跟你讲，现在是一个高效的未来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high performance， 这需要高频、大的频，还有高速。高速就是要谁算得越快越好。虽然刚刚讲到说中国稍略逊一筹，可是重点是它的电力以后的支持最重要。就讲一个中国的资金，中国从这个金融海啸之后呢，成了全世界算是金钱霸主，尤其在外汇存底，到2009年突破这个2兆，到2011年3兆，这个14年4兆的时候。他当时就把美国的债当时5000多亿，又加码3000亿哦，用他的1/10的外存，你变成8000亿。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就资金挹注了这个美国，所以你刚刚讲说他现在是不是这个美国所有的资金的供给者？从某个角度有钱人是鬼推磨，的确也是。而且这重要是他要做一定有他的目的，包括他投资的，刚刚看到都是一些属于科技产业，因为他现在急需，也就是要让它变成科技强国，所以他投资这些国家可能都是有一些用钱。去买它未来的技术，未来更强大，所以他们作为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美中科技进战，现在我们来请教严教授。我想这个新加坡总理黄循才讲的这一句最好，他说和谈不等于和好啊，就好像以巴冲突或者说以哈冲突一样啊。过去在这个拜登执政的时候啊，我们听到有各种不同的停火，有一个叫做什么 pause 暂停啊，暂停就是好像我们跟人家讲电话，这个我把这个电脑暂停一下。我还要继续看，对不对？但暂停一下并不表示这个冲突不在。所以再加上最近我们看到川普因为这个 Epstein 这个案子，所以公布很多资料，而且共和党的参议员都主张要公布所以他现在如果没有处理好，他明年选举完，搞不好就变成跛鸭总统。那再加上共和党参议员也在想说，哇，我们完全依靠川普也不行。虽然Steve Daines 他是 Montana 选出来的，跟川普是关系非常好，但是我相信国会也希望，对中国的外交或者包括这些采购、贸易等等，也不能全靠行政部门，国会也要出手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去访问，当然就是补足这个行政部门，可能特别是有几个对仇中很强的，可能会冲击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我最近就是上个月才去了一趟北京的清华大学，人家的那些学子真的是很拼拼到一个程度我有时候看他们清晨早上起来5点钟就有人在那边读书了那个自习室亮得要命。我想说，在台湾我们刚打完电动，准备上床睡觉了人家这么拼，我们校园里头也有嘛。我的校园里头早上5点钟，校园有一堆人都是老先生在那边散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对手，如果我们对手是这种态度，那我们的年轻人就不能躺平了。